相信大家应该有在之前的直播上看到，或是有玩到线上互动版本的数字推理游戏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近期频道都还是会直播一些其他类型的游戏，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玩玩看。那你知道这种数字推理游戏是怎么做的吗？又是怎么做到无限出题的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技术人员 Ron，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说明数字推理游戏是怎么做的。那这类型的游戏因为牵扯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，所以教学的部分会拆分成游戏逻辑以及线上互动两个部分来说明，并且之后会开一个系列是说明如何制作互动式弹幕游戏的系列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先说明一下，这个教学部分会略过基础的 UI 跟程式说明，会聚焦如何发想跟解决程式上的问题，所以会比较适合有一定基础的人观看。如果你不了解如何写程式或是做 UI 的话，可以先看一下之前做的新手教学系列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Unity 的画面。首先我们看到画面上的 UI， 这就是我们游戏的基础画面。那这个游戏其实就跟一些国小考卷上会出现的数字逻辑题一样，但这些数字的逻辑都是由人工编排好的。那我们程式要做的就是去思考一个可以无限出题，而且可以让人可以回答出答案的系统。那到这边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个点，我们要怎么设计出这个出题的系统？它有一个核心的概念，大家可以暂停想一下。好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头绪，那我这边就直接公布我的设计思路。简单来讲，我们只需要先随机出一个3位数字，并且用这个答案去反推出3到4个线索，让玩家可以去答题。那只要答题答对了，我们就可以再重新跑一次生成，这样子就可以做到一个无限出题的机制。好，那基于这个核心概念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程式这边，我先创造一支叫 Game Manager 的程式，先宣告一下要使用的 UI。那我们会给玩家一个可以输入的 Input File 跟显示题目线索的 UI 阵列。那这个 UI Class 的功能很简单，就是设定文字用的，就像这样。主要核心功能我都会放在 Game Manager 里面做实作。那这边我就以我写好的简化版程式来做说明。那这个出题系统，我把产生题目分成4个阶段。第一个产生正确答案，第二个把正确答案做混淆，第三个把有混淆的线索做 UI 显示，最后输入答案回答正确就可以做 loop 的循环。那我们先看第一步，我们在开始游戏前需要先初始化游戏，所以在 Start 这边第一个函数就是 All Combinations， 这个先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遍历一次直接获取0到93位数的组合，所以总共会是720个组合。后续游戏就会拿这一组组合来做反复的判断跟验证。那可以先看一下 All Combinations 这边是用 list 来储存所有的组合，因为 list 是参考型别，所以在 Get Combinations 这边用 list 的话，它会把资料存起来。那在 Get Combinations 这边就是递回产生所有组合的地方。你可以想象你在玩一个3格的数字拼图，一格一格的往里面放数字，但不能重复。如果3格都放完的话，就会把现在的 buff 里面的数字组成字串丢到 list 里面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会再往下走，从0到1一个一个试。如果这个数字没用过，就用 used 等于 false 表示。那只要有放的话，就标记用过，接着再往下一层。那以此类推，就可以拿到所有的组合。但是这边光听是不是觉得很难懂？所以我这边就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方式来表示。其实这边就很类似99乘法表的做法，只是我们这边做了3层。那我这边直接在画面上用数字的方式推演一次。首先第一层就是在 buffer 的第一个放0，然后把资料带到下一层。那因为刚刚已经把0设成 used， 所以这边的第一格就会被阻拦掉，所以第2层的第一 round 就会从1开始填，接着再往下一层。因为 used 是继承是第1层，所以0跟1都是 true 的状态，所以第3层的第一 round 就会从2开始填，然后接着再往下，到第4层的时候，因为 buffer 已经等于 code round， 所以这边就会被挡掉，并且把组好的组合放到 list 内，然后结束循环。所以第4跑完完整的第3层的回圈的话，就会获得012到019的组合。接着我们跳到第2层第2 round 开始跑，这时候就会从2开始填。这边要注意的是，这个 used 在第2层第1 round 的时候就解开了，所以第3层第1 round 就会从1开始填。但因为2已经被锁定了，所以跑起来的话就会像是这样子，021，然后跳过022到023、024。那以此类推，就可以简单的获得0到93位数不重复的组合了。那到这边就会有疑问说，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 for 回圈就好？会这样设计的原因是，如果今天我要改成4位数的话，依照这个逻辑，我是可以不需要更改程式的。
我只需要把 code long 改成4，但如果是用 for 回圈来写的话，就会需要另外补上第4层的逻辑。好了，回到 start 这边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产生题目了。那我们这边就用 generate answer 来生成题目。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组合了，那我们就只需要从里面随机抽一组出来用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需要产生问题的线索，所以我们这边就用一个 struct 来装这些资料。那这个 struct 里面就包含了线索的数字跟几 A 几 B 的答案。那接着我们就要来产生线索了。为了不影响到原始的资料组合，这边用 new 的方式来新生成一个 list， 并且把答案给删除，这样子我就可以获得一个没有答案的线索库了。接着我们把这个线索库做不重复的随机抽取即可，只要抽取完，然后把它删掉，在下一 round 就不会抽取到重复的线索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去计算这个线索了。那这边这个 score 用了一个 table 的做法，它就像一个暂时的容器，方便把资料回传而已。那 score 这边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比对答案跟线索的差异，并且回传几 A 几 B 的线索。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筛选出有几 A。那因为线索跟答案是同样的长度，所以这个 for 回圈的 I 就等于是位置，而各自的字元就代表数字。所以这边的意思就表示位置跟数字是一样的。那如果是一样的话 ，A 就会加，并且把这个位置给标记起来。接着到 B 的话，就会把线索跟答案做逐格比较。所以这边会是2个 for 回圈来逐格比较，但是这边会跳过已经在 A 确定的格子。如果这边找到相同数字的话，就表示数字正确，但是位置错了，因为正确的位置已经在前面先排除掉了。所以这样就可以轻松筛选出 B 的结果了。接着就可以把 A 跟 B 的数值做回传，回传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做成线索，然后再把这个线索的 list 回传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list 的线索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索给展示出来。那这边很简单，我们已经在前面的部分就已经处理好 UI 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 for 回圈就可以轻松设定完显示的部分。那到这边生成题目的部分我们就处理完了。接着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功能，在 input 这边做一个 onSubmit 的监听，意思就是当我们按下送出时，就会送出输入的字串。Check answer 这边就会判断，如果输入的值跟答案一样的话，就表示答对，并且会重新生成一个题目。OK， 好，到这边游戏中最核心的逻辑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就可以直接到场景上来实作看看。把刚刚宣告好的 UI 都设定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看 play 后的效果。可以看到，目前已经是可以玩了，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题目给的线索不一定能快速的推论出正确的答案。简单来讲就是线索太少。那这个该怎么办呢？只要在 Make Cruise 这边去额外做线索的判断即可，但是这边要计算的逻辑太多了，所以我这边先只给提示跟实录，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怎么去限缩这个线索条件。第一种，暴力解法，给出更多的线索，由3个提高到5，这样就可以增加解题的可能性。第二个，限制几 A 几 B， 也就是固定好一定会有怎样的线索，这样子的线索就可以保证解题，但是解题会沦为公式化。第三种，逐步线索法，每提供一个线索就限缩一次线索库的抽取范围，直到线索出唯一的解法。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我目前正在使用的方法。3种方法其实也对应我开发的过程的思路。如果有玩过游戏的就知道，初期的版本是很简单的，然后随着版本迭代还是越变越难。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挑战把这个演算法想出来看看。那如果这支影片按赞数超过30的话，我就会追加把线索筛选判断的写法给讲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影片全部内容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。